这些神秘的岩画符号是比甲骨文还早的文字，有人说它是中国文字的雏形。贺兰山岩画最终它的文化内涵的破译，我们寄希望于对符号的破译。岩画中这些神秘符号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？人类最初的文字到底又是怎样的呢？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、最成熟的文字，它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，也有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。那么，甲骨文之前的汉字又是从何而来呢？那个甲骨文里面的文字，可以在岩画里面可以找到它的根。实际上呢，它就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字。它这种文字不过是啥呢？就是用图画来表现了。大麦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卫宁北山腹地，大麦地岩画带和贺兰山岩画带形成了岩画密集区域。大麦地岩画中，目前已发现3000多组神秘符号。据我们研究吧，它可以初步定义为一种古老的图形文字，或者说是一种象形文字，是在产生于甲骨文之前的一种符号文字。文字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、演变到成熟的过程。从这些已经被简化了的图式符号中来看，其中似乎已经有了表意文字的功能。那么，这种符号是不是古人使用的记录方式呢？这些符号有没有可能就是汉字的源头之一呢？人类最初的文字是什么样子呢？有人说书画同源，有人说全是象形文字。实际上，文字走的不是这样的道路，它就是表音的道路，是用象形文字表音的道路。这些岩画符号，有的的确已经有了象形，有了会意。那么，是否缺乏文字的表音呢？象形文字怎么表音呢？这个象形文字它念什么？然后呢，有一个字的话跟它同音，好，那就把这个象形文字借过来以后来表达这个同音字，就是说是同音字借用。这组图是由3个图画符号组成，右侧及左下侧都是一个人形，构成一站立一跪拜的关系。跪拜方迫于站立方的武力的震慑，使两者之间可能发生一场战争，后一方向另一方求饶。3个简单抽象但又具有一定象形意义的符号，传达了在氏族之间的战争中关于征服、臣服、胜利的记录。那些个研究甲骨文的很有名的那些个专家，他们都认为是古文字，但是是一种是不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，他们就表示怀疑。为啥呢？因为那个岩画的断代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一些学者提出，岩画不仅仅是先人刻在岩石上的画，而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。但如果是文字，就一定会有发音，那么音韵学就能赋予文字读音。如果你不对你的音韵学，那你只能够望文生义，很难知道它的这个字的本意。所以音韵学实际上是这个文字的灵魂。通过对岩画文字的解读，一些学者甚至在这些符号当中寻找到了夏朝帝王的名单。而夏朝在史学上一直是不被承认的朝代，那么这些文字符号是否就是学者们苦苦找寻的夏朝文字呢？当然，那个时候的人们的语言还不完全规范，人们的语言也不完善，所以他那个在岩画中间呢，他的那些个表现的，他的那个图形呢，他的那些个语言，我们今天来看呢，就有一定的难度。贺兰山岩画是一个神秘的符号矩阵系统，而这些符号到底具不具备文字的功能，目前的争论还是很大的。但古老的岩画群似乎在告诉后人，先民们曾在这里缔造过某种繁荣与文明。这种繁荣与文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或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。